是吧？好呀，这个中秋快乐啊！中秋快乐，中秋快乐。对啊，但是在上海的朋友啊，确实让我挺歉忌的，因为这个中秋在正中秋17号之前，他们收到了2份礼物，但这个礼物我不知道哪个会更糟糕一点。他们收到，我们也收到，大家一样。我们也收到，对，一个是台风，一个是延迟退休，啊，但我觉得，既是来的突然啊，又算是在情理之中。对我们这种久经考验的接受坏消息的人来说的话，我不能说这不算什么，但是只能说是我们对于这个，生活给到我们的这些困境啊，我们又多了一种 resilience 的理由。我只能这样说。我想快快讲一讲台风吧，因为很多人都很关心我们，说你们在上海的家人怎么样啊？你爸你妈怎么样啊？我爸我妈说还好，就是门口也是一样，就是有树折断了，他们自己防范的都还好。我爸把他种的那些花花草草都收起来了，也没有怎么样了。我爸我妈，我们家那个房子，我们家以前住在那儿的时候，你也经历过，就每年夏天的大台风，我几乎就是5、6年有一次。这个风和雨强劲的会从我们家窗户的缝隙里面，对，这个我看很多人，很多人在网上都在说，都会从窗进来，因为他们没有做一个很好的防水啊，还有什么有很多该做的一些东西。另外，我们墙上那个空调管线的这个缝隙也会有很多雨会渗透进来嘛，对啊，他们今年又碰到一样的情况。其实我们只是身在外面，当时自己在家里的时候。感觉还是挺懊恼的，那么多水往床上啊，往房间里面啊进来嘛，对吧？但我觉得没有，对我来说的话，我们在上海盛夏季节到秋季的话，每年我觉得顶峰时间我们会经历过10几个台风。当然，像这个等级这么高的话，可能是5、6年会碰到一次。是，大家都是很有经验，而且这几年来说的话，各个企事业单位大家都比较上心，不像我们以前有的台风还要硬去上班，现在也是有的时候像到10级台风的话，这次又碰上周末，大家都不出门。对，这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生活在风暴中心啊，大家其实已经习以为常，有所准备了嘛。像我们从小到大呢，其实每年夏天，但今年有点晚，都是有好多个台风陆续会来，只不过常常呢，上海是擦边。就是这个台风不是在风暴的正中心，是魔都啊，经过这个上海嘛，那风力还小，每次都是预报很多，但是最后小时候就是讲啊，听着预报，然后看着盼着，一下子凉快，但随后就会变得很炎热。但我想说，我一直很羡慕，自从我工作之后，因为一直和香港的我们在亚太的这个范围嘛，很羡慕香港，他们有那个台风就会挂风球，所谓风球就是一个所谓的等级嘛，然后你有挂了这个风球信号，你就可以不用上班，大家都有预案，很可惜我们这边没有。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这边没有预报系统，就是我们没有说你可以在那个风球挂出来之后你就不用上班，然后幼儿园全校停课，就这个东西大家会自动预案会，我们没有。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我服务的某一个前东家，我们还有班车，当时我们就问 EHS manager 说，今天台风这么厉害的话，大家是怎么处理？你知道我们 EHS manager 怎么说吗？非常官腔，就跟我们国家政府一样，请大家注意避让台风。但其实它是有的，因为你去看啊，如果是红色，它都写了中小学什么企事业工作单位都是要停工停课的。对，我大概在5、6年之前，那个预报系统其实已经有蛮长的时间了。我们公司的班车就是照常去上班，然后在隧道里面堵了6个小时。大家没有形成共识，然后资方又担心大家不来上班造成很大的损失嘛。其实就说没有这种行动上的一种集体共识，这个是没有的。对啊，资方的话，你不开工停工损失全是自己承担的呀，对吗？就是政府啊，其实倒是每次在台风前会做很好的一些预告，然后做各种各样的防范嘛。我觉得这个动作还是有的，所以整体看上去刮了很多风啊，大家看到外滩这个水面被卷得一塌糊涂啊，其实整个城市还是完全知道应该怎样去应对的。另外一个稍微让人有一点不知所措一点的就是延迟退休了，也这现在被形容为叫一只靴子终于落地了嘛。你能大概介绍一下吗？像延迟退休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很抱歉，我对这个新闻我没有做很大的 research， 我只是知道说好像女性往后面延了5年，男性往后面延了3年，仅此而已。对，差不多对，有3年、3年、5年，因为在中国女性分成干部和非干部嘛。那男性本来是60岁退休，女性是50和55周岁。对，那有一点和比如说在大马大家退休不一样的是，
是你退休以后，首先要满足缴费的年限资质，以后是每个月申领养老金的，对吧？像大马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一次性的把钱拿回来，然后这个它相当于是一个账户在里面嘛，还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利息啊怎样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跟大部分人的这个想法不一样，我是比较消极的，而且我就那种以前我爸还有我们传统公立教育系统给我这个洗脑的这种基因啊，又开始批判了，你知道吗？我听到这个延迟消息，我立刻就你的反应是什么？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终于你们看到了吗？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是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现在什么加拿大那种地方都是65岁、67岁才能退休，给你们女的现在给你们弄到55岁。然后可以以后将来过渡到60岁退休，这是给你们工作的机会，你们爱要不要？你们还在那里抱怨，你们这是什么样子的人啊？你知道，我爸以前批判我那一套，全部开始自动映射。还有就是第二条，就是说这种事情大家都应该为国家出力，应该努力工作，为国家的这个社保基金要缴足这些钱。国家现在社保基金有空洞，我们就是要发挥自己的这个对国家的爱国之心。这有什么好抱怨呢？给你钱你都不要，给你工作你都不要，你们就是不懂惜福，你知道吗？这也是我爸以前批我的，自动声音就开始出来了，自动就出来了，对，很有意思哦。但它不是你内心的声音，对吗？就是我内心的声音。然后第三个声音就是你们吵什么吵？国家的政策要你们来商量，要你们来评判，你知道吗？我都是这种声音。挺熟悉的论调，所以我是非常无感的。哎，我说的是，它也转换成你会不自觉冒出来的，它属于真正的你的内心想法吗？是的，也是这样啊。对啊。因为在我身边的话，我看到我是经历过我父母对于退休的焦虑，他们的焦虑是什么？收入的锐减，然后领了这个工资，所以他们两个都是属于退休之后，在退休之前就筹备着退休之后要延迟退休。所以我爸爸一直是工作到67岁，我妈大概也是到62、63岁，他们才退下来的。他们觉得说为什么要退休？退休是一种耻辱。他们一直在拼命寻找延长工作时间。那到底是来自于一种收入焦虑，还是说来自于一种他对退休觉得他无法工作了，无法发光发热了这样的一种感受呢？还是都有？我觉得最大的因素应该是收入的锐减吧，因为这个我们国家的退休金，哪怕是我爸爸他是全国劳模，他有一定的这个劳模的退休奖励，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待遇。其实比起他的在职工资是锐减2%以上的，对他来说的话 ，sharp decrease， 然后意味着你的 life quality 会下降。那还有就是你离开工作岗位之后那种前呼后拥啊，你那种支配的感觉都没有了。所以在我爸我妈身上是非常明显的能够体现出来。这3个要素就是那种地位感觉，对吧？收入，还有对工作的恐惧，对不工作的一种恐惧。对，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从什么和这个国家呀，和那个国家去相比，我们也不是社保啊这方面的专家。回头我会找国安，上回跟我们聊过医疗体系的这一位，我们再去聊一下。我就想从这个感受上来看啊，你看你冒出的你爸的声音，还内化成一些你自己的想法了。他唯独这个论调里面缺了什么？就缺了我，就缺了个人呀。很简单，因为我不觉得我的这些钱是我的，我交了这么多年，我从我工作第一天起都是按照社保的最顶端，就是最高的那一部分交了这么多年，我知道这部分钱。首先，我要拿到这笔钱，我要长寿，我得活到法定退休年龄，对，因为就是还得活得更久。大家不理解啊，就是我还要再强调一下，就是跟很多地区国家，包括大马不一样的是，我们不能在退休的时候选择一次性把属于你自己的钱，那个基金里面的钱全部取出来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死了，你在退休时候死了。然后这是你的遗产，你的个人账户的钱，你可以一次性由你的继承人取出。这样的是吧？但是你就不能领退休金啦。对。但你活得长，你当然退休金那个比较多，然后你把你自己个人账户的那个领完之后，你还能薅别人的羊毛。因为它是按月取的，所以你要活得足够长，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资金上来看啊，才会是划算的。并且我是觉得为什么这里面让我感到糟糕呢？甚至于我在动摇，因为一方面我们俩。你是工作16年，我工作17年嘛，所以我们已经工作那么长的时间了。即便按照现在修改后的政策，我们原先已经符合了15年的政策，就是我到了退休年龄，我就可以领养老金了。对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不工作，也可以拿到退休金嘛，对不对？对，而且退休金数还不会少。那现在改了以后，我们又得再要工作或者缴足退休金以后，这中间还缺几年的缺口，才可以满足。这一方面是这样，就好像差一口气。难不成我们还得回国再工作几年？这个就是说让你感觉进退两难的地方。另外一部分呢是 OK， 如果你放弃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前面我工作17年，你工作16年，我们都白缴了？
我现在已经这个钱都已经就当做慈善了，因为除了这一笔巨大的这个养老金，我交了这么多年，我们单位为我们公司前东家们为我交了这么多年，这一笔巨大的几百万的资金在那里，我还有一笔几十万的这个住房公积金，我现在也是拿不出来。我们国家也是规定，我必须是死了，或者是我改国籍了，我才能取出来。所以对我来说，我已经麻木了。那我们没有办法改国籍，因为这不是你能够摸得到的这个权益，你能享受的，就是一串数字在那边，随时可以被清零的。是啊，所以你看，哎呀，这个我觉得很糟糕的一点就是这么多钱，我们其实交了老不少钱了，对吧？几百万，这个真的是几百万。对，两个人，都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的贡献，但你猛然发现它不属于你的，你可能早就发现了，对吧？对，我不抱希望，我无所谓。我们因为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是没得选的。它是企业的一种强制责任嘛，也是个人的一个义务。在你拿到钱之前，你不需要自己去缴，早就被已经代扣代缴，就是在你拿到 in pocket money 之前，它已经被扣减了，所以你也没有的选择。那我现在虽然感到很糟糕、很犹豫，但我倾向于不再去缴，也是跟你一样想法，就不再去想这笔钱。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第一，我觉得它制度本身就存在不合理的很多地方。就我交的东西并不能完全的属于我，这是你的命。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我们交的多也未必可以拿到多，对吧？就是相对比较跟交的少的人比起来，对吧？这个社保的它的本质就是叫劫富济贫嘛，这个我们得理解，全世界各国都这样。我理解啊，就是但是我仍旧拥有自己的选择权嘛，是不是？就它当然是为了较广的覆盖，这样才会给整个社会构织一张保障网嘛。所以，但是你看，我就觉得还有第三个问题，就这个事情不能朝令夕改，对吧？如果这个事情你朝令夕改，我怎么知道未来会不会再改呢？为什么要你知道呢？国家知道就可以了吗？你就是一个韭菜，做韭菜的。你今天怎么像我岳父一样？岳父你好。不，我是想说，我不希望你对这个不能改变的政策，你产生一种失望，影响你的生活。因为对我们来说，我已经看淡了，我们就把它做成我为国家做贡献嘛。很多网民一直在抨击我们说，国家养育了我们，我们对国家没有贡献。我可以告诉他，我现在很坦然，我们给国家就捐了几百万，给国家的这个社会保险的黑洞，我们填了几百万的资金，我们还有交几百万的个税。对啊，还有个税啊。其实我们贡献当然是很大了。对啊，那可以啊。我其实也是想得通了啦，我只是要剖析这个过程嘛。OK， 啊。那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从小到大成长过程中缺乏的一点，并且是国家去构建，任何国家都会构建一个保障网的特点，是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会理财，都有一定的资金量，都有一定的头脑去给自己做好理财和规划的。如果你自己可以做好的话，那你的钱一定是大概率情况下是属于你的，然后你也可以理到一个很保险的一个数值，3%、5%，让它能够抗通胀，还有一定的增长，给自己的养老有一个规划，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对啊，这个我非常能够理解，而且我觉得我们国家在某一些程度上面把养老金的这个所谓的功能夸大了，然后大家其实聪明人应该去用我们国家给到我们的这些法律法规看一下，自己算一算你的这些交的这些金，然后到了你65岁，你一个月能够拿多少？我是很早就算过，那个就是是啊，就是你可以忽略不计那部分。对，我从来就没有把它当做是一份我老了之后的收入来源。对，你讲这个夸大，我觉得是很重要，让人不爽的一点。就像当时让大家只生1个小孩，后来又说生2个、生3个，就是这个政策，当它被夸大，为了说服别人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也没有了解完全的真相嘛。他会告诉你多缴多得，什么叫多缴多得？但是你要考虑到你退休之后的那个通货膨胀，以及我们国家用的那个法定的那个公式，你算的话，你现在缴的很多，你以为很多，到你老了之后你领，根本不能够覆盖你1日3餐，根本不能。所以不要抱任何希望在上面。我就很早看清了这一点，所以我开始自己做储蓄。一个全民的保障网，我觉得其实是有必要的，因为有更多更穷的人，他连起始的资金去滚出这个雪球都不一定具备，更没有这个理财的能力和实践。但是这个制度必须要是一个良善的制度，是一个正向激励的，不是一个负向激励的，来鼓励大家去断缴的。因为不然有些人断的话，就会更多的人大家断缴，那这张网就没有了，这张网就消失了。It is what it is。我觉得大家可能需要一个慧眼，不是上面宣传的多缴多得，然后可能需要自己心生2心，然后做一下 side calculation。对，虽然你看我们这个马拉松已经40几公里，已经跑了将近40公里了，但我现在想法就像你一样，就不用去想了，完全放弃啊，更明确了，要靠自己的理财，靠自己对财富的把握，然后再创造财富，才能够给自己安全网，
给自己属于自己的安全网，因为我们的国籍没有变嘛，对吧？没有这个一个社会会来帮你托底。你要想，没有什么救世主，什么要拖着你把你养老送终，不存在的，要自己靠自己，就这么一个事儿。其实人类社会上啊，这也是一个创举，就最近的几代人才有这种养老的制度啊，通过保险的方式啊来运行。以前的人其实都是没有的，这个整个长河当中啊都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制度看起来运行当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我们只有自己靠自己啊，我觉得。是啊，有时候想想也会很不公平啊。像我的爷爷奶奶，还有我爸爸妈妈这一代开始，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工作是没有交个人所得税的，也没有交社保的，但是他们老了之后却领着这些钱。说的好听一点叫预支我们年轻人的钱，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我们这一代就是韭菜。所以他们不是说最近我们国家的国花要改了吗？要改成韭菜花了嘛，就很正常嘛。对。这整个国家本来就很少，好像整个国家的养老金的总额就只和新加坡一样多。Anyway，但是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后悔，当年毕业之后没有去考公务员，我觉得那不是我要的生活，什么铁饭碗啊，退休之后的待遇，于我都是浮云。目前只能自己靠自己。对，哦，好，对，就这么一回事。好，那就这样。好。